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滑轮下拉。滑轮下拉 （Level Down） 它是练背必练的经典动作之一。滑轮下拉可以打造完美的背肌，帮助你的阔背肌更宽阔，并建立一个 V 字形的背部。因为阔背肌它是背部最大的肌肉之一，它负责肩关节的内收跟伸展。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进入训练吧。在做滑轮下拉时，背肌会参与几个关节动作，这些动作会与接下来的握法跟握举有很大的关联性。背肌会参与的关节动作有下列3个：肩关节的伸展，还有肩关节的内收、肩关节的内旋。这3个专有名词，我们就用简单的方式来解释吧。第一个动作，肩关节的伸展，手臂前后伸展，手臂往前伸时，背肌被拉长；手臂往后伸时，背肌会缩短。第二个动作，肩关节的内收，手臂从正上方往身体的侧面靠近躯干，此时背肌会从斜上方往斜下方缩短。相反的，手臂由侧面远离躯干，背肌就会被拉长。所以在做滑轮下拉时，肩关节主要参与的动作是肩关节的伸展跟肩关节的内收，主要练到的肌肉是阔背肌。了解滑轮下拉的基础概念之后，我们就开始进入主题吧。在健身房使用滑轮下拉健身器材时，以下是几个滑轮下拉的技巧，可以帮助你最大程度刺激背部的肌肉。背部挺直，保持核心的稳定，将脚扣住脚架，以确保身体的支撑和核心的稳定。选择适合的握法，例如宽握、窄握、正握、反握，以刺激不同部位的背部肌肉。轮流使用不同的握法，可以全面的发展背部的肌肉。在下拉的过程中要保持稳定，避免使用惯性或重力的帮助。慢慢下拉滑轮，让背部肌肉负责拉动，并注意在上升时保持平稳的速度。下拉滑轮时要注意肩胛骨的运动，在下拉的同时，要想象肩胛骨向下移动并夹紧，专注于背部肌肉来拉动，而不仅仅是依赖手背的力量。记得手背只是辅助而已。尝试下拉滑轮至上胸，以确保背部的肌肉得到充分的伸展跟收缩。避免过度的下拉或将重量调得太高，以确保肌肉保持紧绷并得到最大的刺激。在下拉的过程中呼气，然后在上升时吸气，并保持正常的呼吸。适当的呼吸可以帮助你保持稳定，并提供额外的力量。保持核心肌群的稳定，避免身体的摇晃，以确保背部的肌肉得到最大的刺激。最后，根据你的能力跟目标，选择适合的训练重量跟次数。如果你想要增加力量，可以选择较重的重量，并进行较少的次数；如果你想要增加肌耐力，可以选择较轻的重量，并进行较多的次数。接下来是滑轮下拉，正握与反握该如何选？其实正握与反握这2种握法各有优点。反握这个动作是手掌朝后向上抓取握把，并开始动作。肩关节的起始位置为外旋，正握这的动作是手掌朝前向上抓取握把，再开始动作。肩关节的起始位置内旋。画面中正握与反握的滑轮下拉，在起始与结束的位置并没有太大的差异。根据我们刚刚提到的肩关节内外旋及肌肉的收缩方向，正握时肩关节相对内旋，使阔背肌于起始的位置处于缩短的状态。相比于反握时，肩关节的起始位置外旋，阔背肌起始位置被拉长。所以正握是让阔背肌肉收缩最完整、最完全的方法。但不管正握或者是反握，对肩关节的伸展和肩关节的内收角度其实差异并不会很大。所以对练背肌来说，这2种握法都能使阔背肌大范围的收缩，只是正握能让阔背肌的收缩更完整，得到更大的刺激。但是反握也有它的优点，就是反握的滑轮下拉可以增加肩关节的稳定度，反握的滑轮下拉可以避免过度耸肩的状况发生，对于整体的动作品质很有帮助。在这里呢，建议滑轮下拉的初学者先使用反握来做训练，等动作稳定之后，再使用正握的滑轮下拉，让阔背肌的收缩范围更加完整。那我们该如何选择握距呢？同一个握把，不同的握距会影响到背肌的收缩范围。窄握的滑轮下拉定义为双手与肩同宽，再向外1个拳头的拳头宽。而宽握的话，会是肩再向外2至3个拳头宽。重点来了，宽握或窄握会影响到背肌的活动范围。我们可以从宽握或窄握的动作的结束位置观察到，窄握滑轮下拉，手把会到上胸，上臂靠近身体的2侧，手肘弯曲的角度较大，后背肌的活动范围较大。而宽握的滑轮下拉，手把会拉到下巴，上臂离身体2侧较远，手肘弯曲的角度较小，背肌的活动范围也较小。窄握的滑轮下拉，肩关节内收范围会较大，后背肌的收缩范围较多，刺激较深；而宽握的滑轮下拉，肩关节收缩范围较小，后背肌的收缩范围较小。所以呢，窄握的滑轮下拉绝对会是练背肌最好的选择。
滑轮下拉能练到多个背部肌群，除了锻炼阔背肌很有效之外，同时还可以练到菱形肌、斜方肌、后三角肌。但是背地的发力感受度不好找，常常练完手比背还要酸，做的不正确还有可能造成运动伤害。滑轮下拉手背酸怎么办？滑轮下拉时，后背肌还没感觉，前背就已经没力了。滑轮下拉手背酸其实是很正常的，因为除了背部的肌群，还会使用到前背、二头肌、三角肌的辅助。我们可以透过3种方法来改善。第一种是改变握杠的方式，在使用杠铃、哑铃这些自由重量的器材时，我们通常会采用实握或者是勾握，增加训练的安全性。但在滑轮下拉这个动作，握太紧会很自然用到前背的力量，导致背部的感受下降。所以我们可以改用虚握的方式，4根手指头轻轻的勾住握把就好，这样可以避免前背施力太多，以增加背部的感受度。第二种方法，先降重量，若是重量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，可能会影响动作的正确性，造成手臂施力过多的状况。建议先把重量调整为可以做满14下的重量，感受阔背肌收缩的感觉。等暖身2-3组之后，再调回原本要进入重量的正式组。第3种方法可以使用拉力带，不只是滑轮下拉，在做硬举、引体向上、划船这些拉的动作，常常会有手背先酸的问题。这时可以借用拉力带减轻前臂的负担，专心的感受想要锻炼的肌肉部位是否收缩到位。滑轮下拉常见的错误，第一，折腰，如果重量太重，很容易用腰椎的力量去代偿，而导致腰部的紧绷和不舒服。所以在训练的过程中，全程保持脊柱的中立，有助于保护下背免受伤害。第二是耸肩，耸肩会让训练的效益下降，还可能对肩膀、颈椎造成压迫，长时间下来会造成颈肩酸痛的问题。第3就是拉得太下面，如果拉的行程过长，会对肩关节施加过大的压力，背肌能收到最紧，拉到介于下巴至上胸都是正常的范围。第4，借力拉，借力拉会减少阔背肌的张力，减少目标肌肉的使用。我们还是建议缓慢并有控制的进行下拉，可以稍微的后仰，但全程要保持躯干的稳定。最后，让我们再做一次正确的滑轮下拉吧。1、调整器材的高度，长腿的高度要调到双腿能紧紧卡住的位置，稳固整个身体，这样有助于专注在滑轮下拉的训练上，不需要额外分散力量到腿部的控制。2、调整握距，调整握距可以依照训练进行调整，不同的握距会影响到阔背肌的收缩。3、收紧核心，任何的健身动作都需要收紧核心，提高腰椎的稳定性，滑轮下拉也不例外。收腹、腹部、腰椎全程要保持稳定。4、开始动作，下拉，下拉吐气。刚开始手伸直时，肩胛骨位置向上，随着行程往下，肩胛骨会向下转，拉到底时背部收紧，再慢慢回放。回放的时候吸气，离心收放时，依旧用背部控制滑轮向上的速度，维持慢速。到最上方时，肩胛骨自然回转到起始的位置。重复动作8到12下为一组。谢谢观赏。